这是民宿主人准备的早餐，非常的道地。这个应该是煎猪扒 ，hard boiled egg， 这些冷盘冷切。这个 butter 这么大一块耶。Yes, thank you. Wow, coffee. Thank you. Good morning. Buna， 早安！现在是早上9点，今天是 Day 5 Right？ 我们现在是在 Maramuras 的 Bragg 这个村庄里头。那昨天 check in 了这个民宿 Casa Maruca。从昨天下午呢，就一直下雨，然后下了整晚，一直到今天早上6点多都没有停。然后现在雨是转小了，有小小的这个毛毛雨。那么因为我们少了一套雨衣的关系，所以今天呢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买雨衣给我。OK， 差不多好了，要出发了。拜拜，走了。雨又开始下起来了，哇！整晚的雨水带来好多的水，哇！狗狗有没有全身湿完？现在离开 Bragg，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村庄，而且非常的漂亮，都是木建的这个房子。来看看最后一眼，谢谢 Bragg， 谢谢你们。看他们现在就开始存起来这些干粮、干草，那么冬天的时候呢，就可以给家里的这个牲畜吃啊，不然冬天下雪积雪，没有食物。到处都是这种储备的干粮、干草。今天好冷啊！刚才看这个温度只有12度。那今天一整天的天气预测，这一带呢都还是会下雨的，是高达80% 是会下雨的。拜拜 Bragg， 美丽善良的 Bragg。整夜的下雨，满山的云雾缭绕。我们骑了10 click 来到了 Okna Sugata。那这里呢是离 Bragg 比较近的，属于比较大的这个乡镇。大家看一看就知道。那民宿主人说呢，这边是比较有机会可以买到这个雨衣的。No 啊。I don't know. You don't? Okay, thank you. 没有诶，再问问其他人。然后我们刚才问了路人，他们说这一家就是专门卖这个建筑材料的，有可能这边找得到。来这边找找看 ，Trust Marine Car。直接骑进去吧。哇！Buna。Opelerin हमारी। Yeah. OK， 耶！终于找到了。
小角落里头。啊 ，OK。XXL。We found the XXL, XL. 耶，终于找到了 ，Let's go。买了雨衣，现在比较放心了，可以在雨中骑行，至少不需要等雨停再出发。那当然也要视情况而定啦，如果真的是太大雨的话，我们还是没办法骑的。今天的目的地呢是 Vale de Sus， 就是为了明天一早的这个活动来做安排的。今天在还没有去到目的地之前呢，我们现在会往更北的方向，就是乌克兰的 border town， 叫做 Siketu Marmate 的，差不多30 click。然后去到那里呢，我们会往西去非常出名的一个墓园，叫 Mary Cemetery。再往东去 Barcelona， 最后呢就会停在 Vale de Sus。今天的总行程应该是不超过150 click。现在呢，我们往第一个点去，也不远，大概6公里啦。我们来到了另一个传统农村 Sarbi。首先呢，想看你做传统工艺的展示区，但是跟着导航兜兜转转，一直都找不到，决定找人问一下。由于语言不通啊，我使用谷歌翻译啊，但是过程还是不太顺利。很久，这个是用水力来发动的。后面这边他们把水引进这一个管道，然后让这个水能够滚动这个转轮。这个机器呢，就是拿来切割这个他们收割的那个干草、干粮，这就是那个滚轮。在同一条路上前往 Sabri 的方向，我们去这一带有名的古老的木教堂，又是 off road。我们用1辆车上就好。不容易。The Church of St. Nicholas of Sarbi Josani 木教堂位于 Maramuresh Sarbi， 于1665年用橡木建成。室内原有的壁画已经大面积的消失，至今依然保存着的有圣门和一些特别珍贵的木质圣像。
这个雕刻精美的圣门可以追溯到1764年，猜测是由18世纪 Maramuresh 伟大的艺术家 Alexandru Poniatowski 创作的。而几幅珍贵的木质圣像中，其中2幅完成在1775年间，一个代表圣母圣子，另一幅呢代表天主，由当年著名的艺术家 Radu Munteanu 制作。我们原先的计划是要去另一座同名的 St. Nicholas 教堂，那是列为联合国遗产的建筑，只是我没有留意到两者的名称中地名有别，一座是 Sarbi Josani， 另一座是 Budesti Josani。在导航的时候呢，我就搞错了，结果就糊里糊涂的来到了 Sarbi Josani 的教堂，摆了今天第一个大乌龙啊！尽管错过了5公里以外的世界遗产，但若非呢是这座相似的300多年老教堂，我们就不会经历今天刺激的 Vespa 越野。它慢慢骑下去，我走下去吧。太 challenging 了。看完了这个16世纪的 Josani 古教堂，现在我的油箱剩2格了，先去找个油站打一下。我们现在要骑40 click 到下一个景点，这个景点叫做 Mary Cemetery。我们来到了 Mary Cemetery。Mary Cemetery 欢乐墓园位于 Maramuresh 县的小镇 Sapanta， 是一座充满黑色幽默的地方。在人们过世后留下的墓碑通常只有简短几行字，但在 Mary Cemetery 并非如此。亡者的墓碑上刻有生动彩色的图绘，配上风趣的诗句，描述着他们生前的故事，甚至还包括丑闻。有些则是用伤感沉重的诗词叙述亡者逝世的情景。墓园的起源是1908年出生在当地的木匠 Stan Ion Patras。14岁的他已经开始为墓园雕刻10字墓碑。他在雕刻中呢加入了创意的图像、颜色和诗句，创造出独树一格的手艺。在他40年的木匠生涯中，雕刻了超过800座犹如艺术作品的墓碑，其中也包括自己的墓碑。过世之后，他最有天赋的徒弟 Dumitru Pop 用一生将这项手艺和使命传承并发扬光大，并将师傅的家园改造成 Mary Cemetery 木匠工作坊和墓园博物馆，供世人参观。我们来到了罗马尼亚跟乌克兰的边境关卡。这个就是乌克兰的入境关卡，这边是离开罗马尼亚，过去了就是乌克兰了。We are here, Romanian border, entering to Ukraine。要不要过去乌克兰呢？这边是民宅，民宅的后面就是关卡了，这么靠近啊，走过去就可以跨到另外一个国家。Romania-Ukraine border at Sikhatu Mamate. Okay, been that, done that. Romania-Ukraine border. Now, let's go. 这个是一个 monastery， 位于巴尔萨纳的一个修道院。我们来到了巴萨纳 monastery。
Barsana 修道院位于 Maramuresh 的伊萨河畔，是一座1993年重建的修道院。直到2003年，它一直被称为欧洲最高的木质教堂。后来在2003年被 Peri Maramuresh 教堂所取代。Barsana 的修道院是整个修道院建筑群的名称，在这里可以欣赏到高达57米的教堂，还有修女的房间、小教堂、博物馆和钟楼。这里有一座1710年建成的教堂，后来被迁到山坡上，并且列为 UNESCO 遗产。我们是乘着 Barsana 修道院的联合国遗产而来，离开之后才知道，原来列为遗产的并非修道院，而是被迁到山坡上的教堂。结果又是这么近那么远，错过了近在咫尺的世界遗产，成为了今天第2个大乌龙。我们到了今晚住宿的乡镇 View the School， 是因为明天一早我们要搭下蒸汽火车，那蒸汽火车站呢，就是在这个乡镇。Just be with me, just be with me. 这边有另外一条上来这个教堂的路，这一个才会来到它的正门口。